你記住幾缺錢都好，三個方面要捨得使錢，錢會越來越多個。邊三個方面啊？第一係份子錢。千古第一元人，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嘅曾國藩教導佢子孫嘅時候，曾經講過，無論你幾缺錢都好，只要捨得喺呢三方面使錢嘅話，錢就會越嚟越多咁話。咁第一方面就係份子錢啦。嗱，份子錢分兩種，咁好事嘅話，我哋廣東人叫俾人情、做人情或者係賀禮；如果係白事嘅話，通常會叫做白金或者係花紅錢。咁其實無論係喜事、甚事都好，份子錢呢家嘢係唔慳得嘅，一定要捨得使。因為現實之中，好多人會根據你俾嘅份子錢嚟判斷你同佢嘅關係，又或者係佢喺你心目中嘅地位。如果俾得太少嘅話，好可能會影響日後兩個人嘅關係㗎。咁再好嘅朋友都需要靠有來有往嚟維繫㗎嘛，係咪？而大器晚成嘅曾國藩，佢喺份子錢呢方面就好捨得使啦。佢27歲先考中進士，咁當時候只不過係京城一個好細嘅官，俸祿又唔多，自然係好慳噶啦。咁佢本嚟又喺鄉下落嚟，着得好老土，讀書又唔多，好自卑。咁佢身邊亦都交唔到幾個朋友。嗱，後嚟佢結識咗佢一個老鄉，咁佢同老鄉關係都好好。直到有一日，佢老鄉個親人過咗身，但係冇錢辦葬禮。咁曾國藩就同朋友夾份夾咗1000蚊俾佢辦葬禮。咁佢老鄉自然係對佢感激不盡噶啦，以後喺仕途方面亦都幫咗曾國藩唔少。所以話朋友有難嘅時候都要捨得為朋友使錢，咁而份子錢就係重要嘅一方面啦。忽略咗呢一點嘅話，大家就可能會產生誤解，日後你需要到朋友幫手嘅時，朋友就可能冇咁爽手啦。冇朋友嘅話，賺錢自然有難度噶啦。為人大方啲，朋友自然多，人哋記得你嗰份情義，以後回報亦都會越嚟越多嘅。咁當然啦，份子錢呢家嘢係唔需要去攀比嘅吓，盡你自己能力上面嘅一份心意就得啦。咁第二方面呢，報答恩人個錢就要捨得使。有句說話，滴水之恩，湧泉相報。嗱，雖然呢句說話有啲誇張，但係我哋千祈唔好做一個忘恩負義嘅人。唔係嘅話，到頭嚟蝕底嘅係你自己。因為可以喺你兜踎落難嘅時候幫助你、扶你一把嘅人，呢一個一定係你嘅貴人。如果你冷落你嘅貴人嘅話，衰運就自然會嚟㗎啦。越識得感恩嘅人，回報就越嚟越多。喺呢一方面，曾國藩亦都試過。曾國藩屋企有個僕人叫單覺叔，呢個單覺叔對佢係有恩嘅。曾經喺曾國藩落難嘅時候，佢唔單止對曾國藩不離不棄，呢個單覺叔仲攞晒自己嘅錢幫助過曾國藩。咁後嚟又到單覺叔有難嘅時候，佢又問翻曾國藩借錢。曾國藩當時諗都唔諗，即刻借咗300幾兩銀俾佢。咁單覺叔亦都好感恩，一直追隨住曾國藩。曾國藩唔單止對自己嘅恩人好大方，佢仲會用自己僅有嘅錢去資助身邊有困難嘅朋友。所以佢經常教導自己嘅子孫後代，錦上添花嘅友情並唔可貴，但係雪中送炭嘅真情往往都會俾人記一世嘅。不妨我哋都做一個識得感恩嘅人，去深交啲識得感恩嘅人，亦都係我哋人生嘅助力。咁第三方面呢，俾父母嘅錢咧，曾國藩出晒名，係一個大孝子嚟嘅。佢好捨得為父母使錢，就算自己過得再窮再困難都好，只要一出俸祿嘅，佢就會託朋友帶錢俾佢父母，一帶就帶40條，40條相當於依家嘅8000蚊左右。以當時候佢嘅官位嚟講，佢幾乎係將自己所有嘅工資都俾晒父母噶啦。你睇翻對應翻依家生活上好多後生仔唔係月光族就係啃老族，自己喺出邊大手大腳好捨得使錢，但係對自己嘅父母就好孤寒，咁樣係唔得㗎。因為家係每一個人嘅精神港灣，屋企人過得好，自己揾錢嘅動力先至會越嚟越大。有時候我哋可能真係會寧願自己過得唔好，寧願自己受苦受窮，都唔寧願見到自己屋企人受苦受罪。一個人連家嘅概念都冇，真係唔知揾錢嚟做乜㗎。尤其係一啲功成名就嘅人，更加要識得回報，要答謝支持過你嘅屋企人，同時亦都係提醒自己唔好忘本，唔好忘記自己嘅根喺邊啊。
正話講嘅3條就係曾國藩教導佢子孫後代嘅金錢觀，教導佢哋乜嘢應該使，乜嘢唔應該使。我哋亦都可以睇到，從12年嘅貧困到後半世嘅輝煌，從一個貧困潦倒嘅芝麻綠豆官，到一個受人愛戴嘅朝廷重臣。荷包越嚟越脹，咁樣嘅理財方式好值得我哋學習，係咪？積攢好人脈，錢就會越嚟越多噶啦。好啦，今期嘅問題問下大家，你最捨得喺邊方面使錢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